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傍晚的时候，我真的差点忍不住就骂出口了。我觉得娃娃根本就是在考验我对他的耐性。虽然我一直想要改变我跟他沟通的方式，但是我发现他越来越过分，还跑去跟妈要钱。还有，你看他每天打扮的是什么样子？天天出门跟国中同学聚会，回来又打长途电话跟澳洲的同学聊天，这些都要花钱呢。娃娃回来的那一天，你不是才说要改变对他的态度吗？你还说，如果你到时候又发脾气，要我不断的提醒你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没忘啊，我已经尽量少发脾气了，这样也算是有进步吧。要是以前啊，我早就开骂了。要做到近似语里说的话，真的好难啊。这么晚了还不知道要回来，娃娃这孩子真的是在挑战我的耐心。干嘛还不睡啊？娃娃还没回来啊？他出门前，我还跟他说晚回家要打电话，结果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。娃娃这孩子也真是，难道不知道家人在担心他吗？你明天还要开会，先去睡吧。咱吼长房伤强势，啊无吼凯琳甲遐囡仔吼都袂听你的意见，啊因心内吼若有甲咱无共的想法吼，嘛袂甲你讲啦，安尼吼都无法度通沟通，会愈来愈疏远。妈，你不要那么爱管好不好啊？我难得回来，你就要这样对我大小声吗？
很累了，如果你要骂我，明天再骂。我要上楼睡觉。等一下，娃娃，你今天出门前答应我的事没有做到哦。这么晚回家没有打电话，妈妈会担心。下次如果你还要晚回家，记得先打电话报平安，不然爸爸妈妈都会担心哦，知道吗？很晚了，赶快上去睡，晚安。晚安。喂，心如，你到家了？那你爸妈有骂你吗？我妈竟然也没有骂我哎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她最近好奇怪哦。好，那你先睡哦，晚安，拜。娃娃回来了吗？嗯，你有没有骂他一顿？没有，我只是跟他说，以后晚回家记得打个电话，不然我跟你会担心。我刚刚本来还想提醒你，叫你不要责骂娃娃嘞，但是我也觉得他实在太晚回来，应该被你骂一下。只是没想到你居然忍住没有开口。也许我做的还不够好，不过我会努力。我也知道娃娃骂也骂不听，说也说不动，我只好改变我说话的方式，希望会有用。你的努力我有感受到，相信娃娃一定会有感受到的。说不定他换了新的环境之后，会比较稳定一点。说到这件事，其实我很烦恼，该怎么告诉娃娃我们要把他转学去英国的事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跟他说清楚？我也很担心，怕他会不愿意。我们也只能尽量劝，希望他可以谅解。请进。好啊。要出门了。我想说下礼拜要回去啦，所以去买点礼物回去送给同学。可是我们有些事想跟你说，哎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啊，为了你好，我跟你妈已经决定，你不用再回澳洲念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想帮你换个学习环境。换环境？换什么环境啊？我就知道你们要我回来根本就是个阴谋。你们不是要我回来看爷爷的，你们是想要骗我留在台湾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换环境，我也不要留在台湾，我要回澳洲。你先不要激动，我们没有要你留在台湾啊。我们是想把你转到英国去念书。可是我在澳洲念书念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我要去英国？
你听我说，是因为之前申请澳洲的学校安排的不是很好，那里东方人太多了，你很难学好英文，所以我们在想，去英国你的语言一定会更进步的。我不要去！你们怎么可以乱帮我做决定啊？我好不容易在澳洲交到了朋友，你们现在又要我换一个环境重新适应，我才不管英国有多好，我就是不要去，要去你们自己去啊！娃娃，你去哪啊，娃娃？若何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嘛啦？我爸妈真的很过分。他们又怎么了？我爸妈跟我说，要我转去英国念书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大人可以这么过分。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这样随便帮我安排。我的朋友、我的同学都在澳洲，而且我好不容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，竟然叫我突然去英国念书。我不去，我绝对不去。好啦，你就先不要难过了嘛。其实不管去哪个国家念书，你还是可以出国念书啊。我不太懂你在不高兴什么哎，你已经很好命了，可以出国念书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吧。我很羡慕你哎。其实婉容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何况你之前去了澳洲，现在又要去英国，也算是出国旅行啊。至于朋友，去到那里再认识，不就有了吗？重点是，只要不要留在台湾，我觉得哪里都好吧。而且我们地理课啊，还有说到英国有好多好漂亮的古堡哦，搞不好英国还比澳洲好玩哎。是吗？可是我还是很气我爸妈，什么事都帮我决定，完全不尊重我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帮我乱转学啊？你真是不知足哎。其实你爸妈已经算是很好的爸妈啦，像我爸妈根本就没有钱送我出国念书，所以啊，我只能继续留在台湾，痛苦的念书。你哦，已经算是够幸运了。回来啦。过来这边坐一下，听妈妈说好不好？爸爸妈妈真的没有骗你，的确是因为爷爷住院了，我们希望让爷爷开心，才会把你叫回来的。至于英国的这间学校，它的环境真的很好。妈妈知道你在担心去那边重新适应会很寂寞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在那里你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哦。记得你国一的同学叫 Shelly 吗？她现在也在那里念书哦。而且啊，我已经有跟她妈妈说，你也要过去那边，请她好好照顾你。妈妈真的没有擅自做主替你安排的意思。我也知道你长大了，应该要多尊重你的意见，多听你的想法。其实啊，这件事应该一开始就要跟你沟通，不过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不管怎么样，妈妈只是希望给你一个最好的学习环境，希望你可以了解。
经过几天的沟通，娃娃终于答应转去英国念书。虽然不知道换个学习环境是否真的会让他有所改变，但为了他好，这也是不得不的决定。希望他能了解做父母的苦心，也给自己一次改变的机会。妈，你会累吗？你怎么突然想问我累不累啊？没有啦。我跟你难得这么悠闲的出来逛百货公司，我们去喝个下午茶再回家吧。谢谢。麻烦你给我一杯咖啡，还有一杯果，2杯热咖啡，谢谢。你怎么都不问我要喝什么，就直接点了？那你至少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，问问我要什么啊。刚买衣服也是，我不喜欢你这样子，什么事情都帮我安排好。先一杯咖啡好了。娃娃，你要喝什么自己点。我要一杯果汁，谢谢。怎么啦？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啊？我只是觉得很奇怪，以前买东西都是由你做主，可是为什么你今天那么尊重我的意见啊？因为妈妈想要改变对你的态度啊。妈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我只要晚一点回家，你就会对我大声的骂。可是最近我连买东西，你都没有对我啰嗦嘞。那你会觉得我这样的改变不好吗？妈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啊。以前啊，不管妈妈怎么骂你，都是为你好。不过呢，最近啊，我看了《近思语》这本书，我慢慢去回想我们以前的相处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以前我对你这么严苛，都是自以为是的在关心你。其实啊，根本就没有尊重到你。《近思语》里面有写，理直要契合。这句话我一直不断的在反省。也许就是因为我以前都太理直气壮了，所以才会让我们母女关系变得这么疏远。我也知道，要我改变，短时间之内是比较困难。就像每次我看到你晚归，我都还是想要发脾气，但是我都有不断在提醒自己要尊重你。娃娃，妈妈呢，只是希望让你了解，我一直有努力的在学习，在改变。我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像朋友一样。妈，我帮你拿了。我很高兴，我的改变开始引起娃娃的注意，他也懂事了不少。虽然
我还是无法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想法。不过我想努力学习，慢慢去了解他，也希望他能了解我对他的爱。但说也奇怪，真的试着对娃娃理直气和，我的心情也平静不少，也因此拉近我们母女之间的距离，更让我看到娃娃在这段时间的成长和转变，慢慢感受到他对这个家其实也有不舍。我知道，我想说我爱你。好，赶快进去吧。让我们一起努力。怎么了？舍不得爸爸，不想去英国？我哪有舍不得？我现在想去英国啦，反正去英国就没有人可以管我。有什么事就传真或者是写信回来给妈妈。爸爸妈妈也会写信给你的。走喽。云是心中的秘密，雨是窗外的旋律，花是青春的序曲，你是我的世纪。老师，洪师姐，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你啊？是啊，最近好像都没有看到你来参加活动，是不是很忙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女儿最近要从澳洲转学到英国，所以我都在忙着她去英国念书的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不是对静思语一直都很有兴趣吗？那以后我们共修分享的时候，也邀请你一起来参加好吗？当然好啊！每次我看静思语的时候，都觉得他好像是在跟我对话。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啊，也有这种感觉。那里面的字句都是师父的智慧哦。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像师父说的那样，不过啊，每次看静思语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一种心上的灰尘被擦拭干净的感觉。参加了几次共修的分享后，我渐渐地了解慈济，而一次又一次的参与，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上人的理念。而我也开始认真思考，或许该花更多的时间投入，让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踏实。让我有这个机会参与，看到就仿佛洪师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等我啊。不用客气了，我们也是刚到。来，上车上车。好。今天后面坐3个人会挤一点，要让大家幸福一下喽。这个王先生的家，我们来过好几次。王先生他本来是在铁工厂工作的，后来因为职业伤害失去了左手，就没有办法再做事了。结果他老婆也离家了，现在家里面只剩下老母亲跟一个8岁的小女儿。那家里面所有的开销都靠王先打零工来维持，可是他母亲的医药费还有家里面的支出
对他来说负担实在是太重了，所以他女儿到现在都还没有上学读书呢。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贫困的家庭，居然没有办法让小孩子上学。其实哦，王先他也很努力的赚钱，想要让孩子上学，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，需要长期的看病，而且他打零工的收入不多，又不稳定。要不是有好心人告诉他可以找我们慈济帮忙的话，这个家庭生活的会更苦。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之后，就定时来关心他了。我们走吧。师姑，哎，小娟，乖，爸爸跟阿妈在不在？爸爸今天不在，阿妈在里面休息。师姑，阿妈这几天一直念着你们呢。真的哦？那你有没有好好照顾阿妈，听爸爸的话啊？有啊，我有盯阿妈吃药，喂阿妈吃饭，还会帮阿妈捶背哦。哇，小娟好棒哦！那师姑去看阿妈好不好？师姑，进来坐啊。你感觉安怎？腰疼有较好无？我的身体啊，就是安尼啦，真歹势哦，搁互你走一段，好佳哉，互恁来甲我斗相共。啊，若无啊，我这个老人毋知要安怎样才好。阿嬷，唔通安尼讲啊，这应该啊，真多谢。师姑，我今天要帮你们一起做事，谢谢你这样帮我们。哦，真的，好啊。这位师姑今天第一次来，那你就帮师姑一起把棉被拿出去晒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师姑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把棉被拿出去晒哦。妹妹，你每天一个人照顾阿嬷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爸爸要工作，很忙，所以家里只有我能照顾阿嬷啊。可是邻居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耶，你不能上学，会不会觉得难过？可是也没办法啊，我爸爸说，等他赚到了钱，很快就会让我去学校上学了。师姑，你看，我已经会写注音符号了哎。这些笔啊，是我在学校外面捡到的，作业本是人家不要的，都好好的，被乱丢哎。师姑，我这样也算是有自己在念书啊，这样以后去学校就不会跟不上别人了，所以我现在没念没关系啦。师姑，谢谢你今天来看我们。那你之后要继续听爸爸还有阿嬷的话哦。知道了，师姑，你下次再来好不好？我背注音符号给你听。再见。师姑再见。师姑再见。
娟虽然生活在困苦的环境，却依然保有乐观开朗的心。她的懂事和体贴让我很感动，也很心疼。看到她，就让我想起抽头，那个家境贫困，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小学同学。抽头，为什么今天老师才处罚你一个人？老师要我这个月20块的补习费啊！我跟老师说，我妈妈现在没钱，晚一点才能交。结果老师就把我打成这样。老师他怎么可以为了钱就把你打成这样？那你以后不要去老师那边补习了。要是你以后功课有不懂的地方，你就来问我，我负责帮你教会。如果你功课好，老师就不会再打你了。方美伦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像我的老师方美伦，你一定要当一个好老师哦，加油！师兄，2位师姐就麻烦你送一下喽，感恩。方老师，你还好吧？我刚看你回来的路上一直都没有说话，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我刚刚只是想起小时候的往事。觉得有点自责。这几年啊，我为了赚钱，为了家庭，好像忘记当初想要当老师的初衷。像小娟这么聪明的女孩，如果没有办法上学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洪师姐，我刚刚是在想，或许我可以帮小娟付学费，让她去上学。不然啊，这样拖下去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学校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功德会啊，除了补助他们的家庭生活之外，现在已经帮小娟申请学校了。小娟很快就可以上学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不然我以后每个月多捐一点钱，也尽一份心力啊。你有这份心意，我替师父谢谢你。洪师姐，你不要这么客气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心的人，以后我可以常找你来吗？当然没有问题啊，只要我时间允许，我一定会来的。感恩感恩。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该早点回去休息了。我们常保持联络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娃娃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打回来？那里现在是中午吧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哭啊？妈，你跟爸帮我选这什么烂学校啊？你知道这里很偏僻，走出去根本看不到几个人，而且我宿舍还不能一个人睡一间。那个胖校长竟然要我跟8个不认识的人睡。他什么都要管，我一点自由都没有，快发疯了啦！娃娃，你先不要激动，你才刚到那里，刚开学，怎么可以转学呢？那里
里是偏僻了一点，不过你不觉得环境很好吗？你乖乖听话念书，这个只是短期的语言学校，只要你顺利结业了，就可以申请到市区的学校啊。我不喜欢这里，我要转学，我不管，我要转学，我要。喂，娃娃，娃娃。娃娃，刚才接到你的电话，听到你在遥远那端哭泣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我知道你爱热闹，好朋友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让你一个人在国外孤单寂寞。可是，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教育环境，我希望你现在多忍耐。今天我有机会跟着慈济师姐去探望一个贫困的家庭。这个家庭的父亲工作不稳定，所以8岁大的女儿必须留在家里照顾阿嬷，不能上学。我问她不能上学难过吗？她说要等爸爸赚钱，还说他现在必须照顾体弱的阿嬷。看着开朗懂事的他，我非常心酸，也非常难过。我忽然想到以前，我小时候也遇过这样的同学，不知道后来那个同学有没有再继续受教育。我知道你一路念书都很辛苦。我说这么多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换个角度思考，能这样念书是一种福气，能出国念书更是别人难求的机会。我希望你能为你自己多做点努力，未来我也会尽量陪伴你度过所有的难关。信末附上一句静思语，希望你也能从这句静思语里获得力量与智慧，因为它也深深影响着我。早。请稍等哦。方老师电话。哦，谢谢。喂，张德庆，怎么这个时间打给我？几个同学中午要约吃饭啊？在哪里？我那个笨女儿害我当场糗死了，我真恨不得马上钻个地洞。说来说去我们当中最成才、最有出息的就是方美伦的小孩喽。没错没错，方美伦听说你儿子现在在班上是模范生，女儿又在英国念书，哎呀，2个功课都这么好，我真羡慕你。其实还好啦。美伦，我可以请问你都怎么教小孩念书吗？蔡丽霜，这个汤很好喝你要不要来一点？喝汤喝汤。方美伦，我们下回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美伦，改天可以约你出来聊聊吗？我有事情想请教你。大家都是老同学，别这么客气。那我再打给你哦。先走了，再见。
德庆，谢谢你刚刚替我保留了面子。你讲的是什么话？我知道你为了若何的事情很操心啊。他去英国之后状况有没有比较好？虽然他之前有抱怨，不过我现在正在试着跟他沟通。其实都要谢谢你那天要我去听慈济的演讲。你有去哦？真的对你有帮助吗？那天听了演讲，接触到静思语之后我整个人就好像被洗涤过一样。现在每天看静思语，答案就在眼前。其实问题是出在我自己的观念跟想法上，所以要从自己开始改变才对。你会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走啦。在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，只要能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会帮忙。其实是我小儿子，升国中之后成绩就不好，我只能一直盯着他，每天晚上陪他念书，念到凌晨可是我就是不懂，明明看他都有在念，可是考试成绩还是不理想。我骂他，你是不是都不用心？他不但跟我顶嘴，还跟我抱怨说我都不了解那种背不起来的痛苦。结果我小儿子现在跟我的关系越来越差。那天我听大家说你很会教孩子念书，所以我想请教你要怎么样教育小孩。其实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体会。之前我跟我女儿也遇到跟你相同的问题。真的吗？我自己是一个老师，要这样子说，的确有点没面子。但是我必须承认，之前我在个性上的确有些盲点，所以导致我跟我女儿沟通不良。我一直以为你女儿是因为成绩很好才出国念书的。其实是因为她成绩太差，在台湾根本没有出路，所以我才把她送出国。当时我跟你一样无计可施，每天就顾着打她、骂她，怪她不够认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很愧疚。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，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弥补这个裂痕。天下父母心，我们都是希望小孩好才会给他们压力的。现在的社会竞争这么激烈，成绩不好就没有机会，我们也很无奈所以我建议你要多听听你儿子的想法。很多事情一旦错了，弥补起来就会很辛苦。我跟我女儿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现在我正在努力，希望会有成效。你呢？我也希望在关系恶化之前，要赶快跟你儿子和好，知道吗？美伦，谢谢你，这些心事我闷在心里都不知道跟谁讲。你不要再这么客气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我。加油哦，试着跟你儿子做朋友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。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
是褪色的烟火，于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